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前段时间我在看一些新的工作机会，投了一些简历，最后呢，有机会去荷兰的2家大公司面试。虽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继续和这2家公司的面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意识到了我个人幸福感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下面先提供一些关于我的背景信息吧。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是我职业生涯里的第3家，也是人数最少、规模最小的一家。公司里全职员工的人数加起来大概有20个人左右。那在这之前，我工作的2家公司都是国际企业。第一家公司是我还在中国时工作的公司，当时我是在上海办公室工作。那家公司在全球有40万人的员工人数，而第2家公司呢，是在荷兰。我当时是在这家公司的荷兰总部工作，那这家公司的全球员工人数大概是3万人左右，所以可以说我工作的公司从一开始的40万的员工人数降到3万，再降到30、20个人。难道下一家公司只会有3个人吗？当我回想起在这些公司的工作经历的时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我的幸福感和我在工作的公司的规模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我在第2家公司工作的幸福感比在第1家高，而我现在工作的小公司，我的幸福感比前1家也要高。当然，这不排除在中国和在荷兰之间的这种工作文化、工作氛围的区别，但是公司的规模在这个我体会到不同幸福感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说回我刚开始提到的在2家大公司的面试体验，那这2家大公司它的员工人数都在几万到几十万之间。那当我去他们的办公楼参加面试的时候，一到那个空间里，我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无力感，让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在大公司里工作的感觉。当你处在那样一个巨大的系统当中时，你能够感觉到那种自己的渺小感，而且当你看到在同一座办公楼里的其他同事时，明明我们都是在为同一家公司的人工作，
但是我们却像陌生人一样。所以当后来在面试过程当中，面试官介绍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和其他部门的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充满了怀疑，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这种感觉让我思考公司规模的大小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的个人体验能否被拓展到更大的范围，有没有一些研究来讨论公司规模和个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去看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其实关于公司规模和个人幸福感的研究很多，而这些研究的结论非常出人意料的很一致，那就是在小公司工作的人幸福感更高。那为什么在小公司，在人数更少的公司里工作会更加幸福呢？结合我自己的体验，我认为主要有下面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工作上的自主性和弹性。小公司的工作方式都还在发展阶段当中，虽然这也意味着有一些流程和规章制度不是很标准化，但是这也给了每个人一些探索的空间。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让你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做事方式和别人的合作方式等等，你的幸福感会更强，从而工作也会更加的积极和投入。那第二个原因是在小公司工作，我们会有更高的可见度。可见度的意思就是 visibility。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假设在一个1000个人的公司里，每个人的注意力被分为了1000分之一，但是在一个10个人的公司里，每个人的注意力只被分为10分之一。那么我们能够给到别人的注意力会更多，也会更加的持久，而这个被观察的人的形象也会更加的立体，更加的具体。那更高的可见度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我个人的观察就是，当某个人的形象更加立体之后，包括这个人的工作能力，他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他的性格特点等等，结合这些他的形象以及小公司的弹性，那有些公司呢，就会为了这个人创造岗位，或者说为了这个人来改变某些岗位的职责范围，来让这个人更好的去发挥他的潜力。而在大公司，这是相反的。在大公司里边，往往是某个职位的它的责任范围是有限的，是固定的。那在招人的时候，用中文里一句经常说的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更低的交流成本。在小公司里，内部的这样一种沟通成本比在大公司要低很多。我认为这非常的明显，但是呢，我还是想举一个例子。在我上一份工作里，也就是一个4万人的公司里，我们部门需要和同一家公司的另外一个部门共同完成一份文件。那本来这件事对公司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事情本身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方一点都不配合，好像是在担心我们会抢他们的生意，抢他们的项目一样的。最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在大公司里边，很多的职能被分到不同的部门里，这些部门之间大部分时候彼此都是陌生人，所以当需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昂贵的交流成本就导致了效率的降低，甚至是失败。而在小公司里，这样的问题就不太存在。那最后一点就是更加紧密的个人关系。在小公司里，每个人之间的交流的频率会更高，这也就会导向更加紧密的个人关系。假设在一个10个人的公司里，每次去办公室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午饭，你和每个人都有1/10的概率能够坐在一起吹牛聊天。那长期下来，你能够和每个人都聊过天，自然关系也更好。而关系呢，其实是决定我们个人幸福感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也会觉得更幸福。当然，小公司也不是完美的，小公司里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尤其是在现金流方面，现金流就是 cash flow。在小公司，现金流一般来说没有大公司稳定，所以会有倒闭的风险，也会有裁员的风险。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大公司里工作过的经验，其实会让你更容易找到下一份工作。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那就是当公司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看重在小公司工作的经验，因为在小公司你需要承担更多样化的一些责任，而这其实在一些公司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技能。那大公司的一个特点就是流程的标准性，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的事情原来已经做过了，那在招新的人的时候，只需要把这个以往的流程给到这个新的人，然后这个新人按照原来的流程一步一步做就好了。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降低风险的方式，但是对于
员工来说，他们的幸福感就会降低，因为他们的工作里没有弹性，没有创造的空间，而创造其实是每个人天生的需求。当然，这种小公司里的弹性也不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适合的。在我刚开始在这家小公司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挣扎，我不知道我做的项目的产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 deliverables 是什么。因为对于这个公司而言，很多项目其实都是第一次，他们还在一个探索的阶段。而对我而言，我过去的工作都是有标准化的流程，对吧？我都知道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怎么做，甚至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我都非常清楚。但是当我到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需要去重新探索很多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也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很多问题它没有标准答案，不是做数学题，对吧？1加1等于2， 2加2等于4，每个数学问题都有它的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没有标准答案的。在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不再追求所谓的标准化。那也许你会说，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公司和小公司之外，就没有别的选项了吗？当然是有别的选项的。一个选项呢，就是中等公司，那就是指员工人数大概是50到200、250之间吧。那这样的中等公司能够提供较高的稳定性，又同时不会因为人数太多导致没有创造的空间，没有弹性，没有灵活性。在大公司里的那种小团队也是一个选项。在大公司里有一些团队是以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新的项目为中心的小团队。那这些团队其实就像创业公司一样，拥有自己的一整套的团队，从一开始的产品研发到做市场，做 marketing， 到后面去做产品的维护、客户服务等等，都在这个小团队里能够完成。那同时，这样的小团队背后呢，还有这家大公司作为投资者，所以也不用担心现金流的问题。这听上去很美好，但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和大公司里的其他部门的沟通成本还是存在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所谓原子化的个人或者公司，也就是 micro company。这是指有不同技能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大家坐到一起
来共同完成一个大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呢，大家又分散开来，各自去找新的项目。那这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大的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同时呢，你也能够和在同一个项目里工作的人发展很好的关系。但是这种方式现在看来还不是非常的成熟，很多这样的项目还是不是公开的信息。所以你是偏向于在大公司还是在小公司工作呢？也许你的答案会是不工作才是最幸福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聊了这么多，最后的答案还是不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不需要为别人工作，为了自己而工作才是最幸福的事情。那这一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